你逃避这个舞台都逃避好几年了，终于回来了，加油，彩玲！你要面对的只是你自己，加油！大家好，我是彩玲。我是一个网红，但我发现网红现在不是一个好词儿，不信咱试试啊。大鹏导演最近是不导了一个新电影，叫什么来着？长安的荔枝。长安的荔枝，挺好，对吧？咱们把网红放进去，长安的网红荔枝，一听就不是什么好大棚种出来的。但是我就是一个网红，所以每次我参加活动，主持人介绍我的时候，就会非常煞费苦心。张彩玲，大胖媳妇儿的媳妇儿，互联网超高人气女老铁。我心想，这还不如网红呢。还有一次更夸张，主持人说：“欢迎张彩玲，跨国家庭幽默短剧创始人。”我老公听完吓一跳，谁撞死人了？我说我撞死你汉语老师了。因为网红不好听，现在很多人管我们叫博主。博主就是你发的博，你是他的主人，你的职业叫博主。如果这么定义职场，那财务叫财主，全职带娃叫妈祖，东北公务员都叫关东煮。作为短视频博主，收获了非常多的点赞，所以现在很多人问我，彩玲短视频到底有没有流量密码？我今天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你别想那些歪门邪道，你就踏踏实实沉下心来，嫁个精神病。我妈第一次刷我视频，看还有这么多赞，非常不理解。她说：“咱国家年轻人是不是精神压力大呀？怎么专挑着精神病当网红呢？”我说有的国家精神压力更大，还选精神病当总统呢。做短视频之后，我也成了个精神病。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我以前说过一个事儿，就是讲我这个外国老公第一次来中国上蹲便不会蹲，我还得教他。对，我教他，我说双腿弯曲，重心下沉到极致。他一个努力跪下了，然后怕弄脏，把衣服一件件都脱了挂门上了。看着他这厕所上的一丝不挂啊，这要搁以前我早发火了，现在我想早发早火了。多好的老公啊，自带流量，他要能掉里头就更好了。每次我发我这个外国老公干了什么傻事儿，流量就很好，这感觉太让人上瘾了。我每天就刷那个点赞，除了赞我啥都看不见，看见赞我就兴奋，我成了一匹赞狼。但如果发别的内容，流量就一般。为了这个事儿，我还找了一个网红前辈去请教。我说从长远考虑，我应该写点什么内容呢？前辈问：为什么考虑长远？短视频的核心是什么？是短视。网红是什么？大家想听啥你就说啥，这叫网红。我说那如果我就说我想说的，不管大家听不听呢？他说那个叫网课。前辈说网红的优点就是流量大，号说火就火；网红的缺点是寿命短，号说封就封。哎，听完他那番话，每次我听到那个卫生巾广告，我都感觉非常恐惧。不管流量多大，都能瞬间消失。我流量最好的一条视频是讲我的儿子，他叫张拿铁，啊，他作为一个混血宝宝，居然不会说英语，还被双语幼儿园给拒收了。这个视频让我涨了很多新粉儿，我正乐呢，前不久张拿铁突然开始说英语了，塌房了。祸不单行，茅房传喜讯，我老公会蹲了。
听着儿子英语发音准确无误，看着老公在厕所蹲得稳如泰山，我心想这日子没法过了。哎，你们这么正常，我发啥呀？是你们自我成长的时候吗？你说一个好好的外国小孩，怎么还说上外国话了呢？我这个号起号就是靠老天爷赐我精神病，现在流量来了，精神病怎么还擅自痊愈了呢？我觉得王菲春晚那首歌就是给我唱的，世界赠予我，也赠予我，赠我一场病，又慢慢痊愈姚风铃，他俩痊愈谁疯了？铃。我都没敢跟家里老人说我是网红，我爷是听邻居说的，问我啥叫网红啊？我说这么解释吧，电视上给你演的叫明星，手机上给你演的叫网红。我爷说，那你啥时候能从网红变明星呢？我老公说，现在呀，投屏。哎呀，每个网红都想被人记住，也都想向家里人证明自己是可以被人记住的。所以第二天我爷去沈阳看病，我就非要跟着。我说爷，一会儿上火车你就能看到，网红跟明星一样，有很多人认识我，非常的风光。结果那天在火车上根本没有人瞅我，马上到站了，终于有个大姐啪嚓打我一下，哎，你是那个张？我心想，证明自己的时刻到了。大姐说，你是张铁林。哎，不对，那是皇阿玛，那是皇阿玛。你别说啊，我能想起来，你别说，我能想起来。然后她转身开始打她老公。哎，老公，他叫啥来着？他叫啥来着？我老看他，你帮我想一下。哎呀，他有个儿子，他儿子可荒诞了，可愁人了。网友都拿他儿子玩梗，他叫啥来着？她老公说啊，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想起来，他叫那个向太。我是彩玲，谢谢大家。谢谢彩玲的表演，喜欢她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她投票。投票倒计时，3、2、1，再次谢谢彩玲。哇，好几年没讲脱口秀了，上次还是4年前，这次是什么契机？就是家里人都正常了，所以必须自己。上一次参加脱口秀大会比赛的头一天，我去上开放麦，我去了之后有2、3个梗没响，然后我就觉得太尴尬了，我就然后我就跑了，然后袅袅在底下说啊，有枪击案吗？但是我看着像去年小鹿啊，还有很多女性演员讲了很多议题，也是我很想讲的。我觉得我也想尝试以后讲讲这几年我的观察呀，我的成长啊。我就想试，但是一直没有这个勇气去克服。直到前2天我们家里人玩游戏，然后就是你抽着谁你就演谁。你比如你抽着向佐，你就演，然后然后对拿铁抽到了爸爸，然后就是在那吃。我女儿抽到的是妈妈，然后她抓了一个东西，啦啦啦啦啦，然后她又转过来扮演观众说哈哈太好笑了，然后。就是那一刻，我决定给导演发微信，我说我决定尝试一下。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看到彩玲很多的短视频，我觉得她一直在创作方面保持一个超级快、超级高的水准。但是她就是因为之前那次冷场的经历，她就觉得人类无法忍受这样的尴尬。然后他就不敢再上台，但是我就一直跟他说，我说你的这种就喜剧创作能力就是很强，超强，但你要鼓起勇气再上去一次，你就知道你是非常可以做这件事情的。谢谢你。我觉得您今天选题其实挺成功的，因为本身，作为您现在这个知名度呢，大家看到您上这节目，其实是很好奇您关于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身份的这么一个议题的。所以说今天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好拉近和大家距离的这么一个机会，非常好。我觉得这是一个过渡，就是我让大家努力，让大家这些年更多的观众喜欢上我的家人，但是我这短视频。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需要密集出笑点的东西，所以我好像慢慢把自己给写没了。所以我先这样跟大家打个招呼，希望再找自己想说的话。祝您成功。我还是看到彩玲很多变化的。我今天觉得你的气非常沉，就是能够控住整个现场跟稳住的。
然后我猜想你应该这2年有一些人生的变化跟思考上的一些成长，就很多脱口秀演员，尤其是女演员，他们在抓住这个契机，在表达那些大家需要的声音。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去做这件事情，也大胆的去做这个事情，也很期待你后面的表现。谢谢。我们全家都是张拿铁的粉丝，特别喜欢那小孩儿，是吧？那脱口秀看过吗？之前？还有一次有幸还拍过。哎呀，那这么说，上一次我说脱口秀是在大鹏导演的电影里。是。他让我去演个脱口秀演员，演得非常炸，1秒钟都没留。哎，付航那《长安的荔枝》里还是有的啊，付航吓着了。他把短视频成功的一些方法应用到刚才的表演里，让他这个表演特别的清爽利落，感觉好像没有多余的废话，特别的精彩。刚才那段表演，加油，在现实里为你点赞。也不用为这个外国小孩突然会说英语这个事儿困扰啊。彩玲，哎，你有没有想过，张拿铁之所以会说英语，可能是大胖媳妇儿偷摸给他喝了飞鹤奶粉。聪明宝宝喝飞鹤，全球销量第1，拿铁喝了都说 nice。恭喜彩玲获得了气氛组的3票满票。来，咱们看看最终的结果如何。恭喜史岩、大老王、彩玲成功晋级，请前往晋级区。我觉得彩玲姐发挥的挺好的，我也希望彩玲姐不要那么的怀疑自己内容。她在上场前还在找我试她的梗，非常稳定的发挥。我非常喜欢就是彩玲的内容，她的喜剧能力也非常充分的去支撑这个话题。我也很期待彩玲接下来去给我们说出更多她自己那些非常凶猛的想法。彩玲啊，其实你根本就不叫彩玲，你的本名叫张潇曼，潇洒的潇，浪漫的漫。现在是一个挺好的时候去想想，脱离彩玲一家人，张潇曼本人是不是也有点自己想说的东西？你在舞台上，你面对的就是你自己和你手里的这个麦，没有什么是值得害怕的。永远先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我特别感谢这几天小鹿、王悦、嘻哈你们一直给我鼓励。我去开放麦练的时候，笑声很小的时候，你们都说那是因为我耳聋。绝对好笑，绝对行。就是非常好，我觉得女演员之间的这种天然的会为另一位女性考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会更容易温暖对方。我觉得有些规则就是应该出来改变，不合时宜就应该改变。像唐姐刚刚说的，我们不仅可以自己走出困境，我们可以帮更多人再次走出困境。他上台第一句话我就觉得太稳，真的，你就应该被更多的人看见，真的。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小海的文本的，希望大家尽情的享受它的魅力，好不好？在我们录制的现场，我觉得是女性脱口秀演员的大本营。就第一，它不光体现在数量，它还体现在大家说的内容。在大家说的内容当中，都是一个非常那种反传统的那种视角。王悦，绝经和退休不会一块来。哇，这么多厉害的女生，去年还在讨论上桌，我觉得今年就是掀桌，她们其实贡献了很多就是新的，在这个舞台上新的话题，我觉得真的厉害。我今年看到的是一种巨大的女性的群像，而且我看到的是这些女演员之间的互相支持，互相承托，谢谢你说出了我想说的话，互相肯定，互相给予对方能量，而每一个女性在自己成为大叔的时候，还愿意供给别人养分，这是一种传承。从杨笠开始，小鹿接过了杨笠棒，也在支持其他人。我觉得这是女性特别可贵的地方。
我是特别希望，就是像屏幕面前正在看节目的那些女孩子，她们也能看到如此多样化的，就是女性演员在台上。我希望她们可以就是种下一颗种子，就知道自己未来是可以活成各种样子。被看见、被记得，这对我来说很重要。你就是看一次就记得的人。哦，谢谢。那个又要哭了啊！七七又要哭了，好会讲，收起你的雌性激素，现在。你给他甩一点雄性激素，你要给我吃一瓶了。最后我们台上还剩2位演员。哎呀，台上又有一位庞老师，真开心。2位就完成我们最后的一场1对1，好吗？好。加油加油！那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喜翻喜剧的段小川。大家好，我叫段小川。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个北京人啊，但我其实不是那种地道的京爷。对，因为我父母是山西人嘛，但是我很喜欢假装自己是那种地道的京爷，所以每次别人说我听起来不像北京人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说，嘿，要不您再仔细听听呢？所以一直以来，我不太确定自己到底算是一个新北京人，还其实是一个真山西人啊。那天就跟朋友聊，他就跟我说：“小川，你是更喜欢吃北京菜，还是更喜欢吃山西菜？你更喜欢吃哪儿的菜，你就可以更理直气壮地说你是哪里人的。”我说：“我都不喜欢吃，我从小呢就只喜欢吃鸡翅。”他说：“那你是个新奥尔良人呐。”我这朋友是一个大傻子，而我的父母其实是在考大学那会儿考到了北京，然后就一直扎根到了现在。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父母啊，因为我觉得我父母其实和这个传统家庭里父母的分工不太一样。就我妈其实是传统家庭里父亲的那个角色，主要负责赚钱养家和糊口，然后我爸呢就是传统家庭里面儿子的那个角色。对，他主要负责花我妈的钱，吃我妈的饭，时不时再气一气我妈。我们家表面上看上去一家3口啊，实际上单亲妈妈带俩娃。每次出门我都说这是我妈，这是我大哥。我大哥总爱跟我玩一个男生间很爱玩的游戏，叫爸爸。但我妈其实是在国企上班，我爸是老师啊，都不是什么暴利的行业。但是我爸就是会挣的比我妈少很多。时间长了，你就感觉家里2个男的，哇，我跟我爸，一个啃老，一个啃老婆，他们都快退休了。我爸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是在一所排名倒数的高中教语文啊，30年过去了，我爸现在的工作呢是在一所排名倒数的高中教语文。30年过去了，他还在河东，莫欺少年穷。但我爸至死是少年呢。人别的老师教书那是桃李满天下，我爸教书那就是灵活就业人员满天下。他虽然是教语文的，但这30年他从来没有辅导过我语文。小时候不懂事还挺生气的，你现在想想，这可能也是一种父爱的体现吧。相比我爸在他事业上的躺平跟不努力，我妈这些年真的很努力，也攒了不少钱。去年有一天，我妈就过来跟我说，她说：“儿子啊，我在北京给你买房了，写的你的名字。”我的反应也是这样，我说妈，哇！当时嗡的一下，脑子里第一反应，我的天哪，我妈肯定是腐败了呀。你在国企上班，哪来的钱在北京买房呢？啊，咱们国家现在反腐反这么严，怪不得写我名字呢。我说，要不还是写我大哥名字吧？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很担心这个房子的来历，我就旁敲侧击地问我妈，我说妈，咱家那房子他买的干净吗？我妈说啥呢，儿子，我这个找大师算过了，那片地特别干净啊。我说妈，我问的不是家里面的风水，我问的是家里的流水。
然后我妈跟我解释，她其实是在2010年那会儿，管银行贷了100多万买了一套房子，前几年涨到700多给卖掉了，才买了这个新房子。我听完以后也大为震惊，我说妈哇，你当年眼光这么好，怎么看上我爸的呢？那我妈说嗨，投资嘛都有看走眼的时候呢。所以我很感谢我妈。大家常说父爱如山嘛，但我真的觉得在很多家庭里面，母亲才是那座真正的高山。我真的很感谢我妈，让我在北京拥有了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我现在甚至心态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你们知道吗？我之前一直觉得我可能就只是一个出生在北京的普通孩子哈，现在有了房之后，我觉得我就是一普通的我们北京孩子呀。就讲到这儿吧，有点不好意思了哈，因为爷们儿要脸呢。谢谢大家，我是段小川。谢谢段小川，喜欢他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谢谢这个北京孩子，大林是天津孩子。对，我天津人，正经。老天津，看到他这个表演什么感受？最后被击中了一下，被马迪老师这个。对，本来想摁的，但一想我跟马迪挺好的，我就不摁了。谢谢马迪老师，对不起，可惜老师。有得必有失。没有，挺好的，而且讲的就挺俏皮的，挺活泼的，把一家子这个形象都放在这儿了。然后因为是这样，我从小生在天津，然后我12来到北京上学，然后往后工作生活都在北京，学北京话学的更多。结果搞得吧，北京人觉得我是天津人，老觉得我有天津味儿。我回天津，他们老说你这北京话说的够好的。只能说我们京津冀都一体化了嘛，我们一家人，特别好，特别感谢。我觉得整体还是蛮完整的。这次看起来，我觉得我们个人风格强的演员非常非常多，就是好像那种会更容易留下一些印象。明白，主要可能也是第一次上来，然后没耍开啊，对，可能那个状态跟平时就演的不太一样。其实我在那个平常私底下上演反而会更内向一些，更内向，对，是会更内向一些啊。那话都不说了，我们北京孩子是这样的，不是。就是可能在这个来到节目现场，然后可能这个能量感染到了我，然后我也就发生了一些变化，然后就呈现出了这个状态吧。对，但是我觉得演下来还挺开心的吧。对，就这样。最后这个位置演出确实是不容易的，也赢得了我们气氛组的1票，请小川先稍事休息。接下来要上场的也是我们第1赛段的最后。爱情